手操纵，黑云翻涌，恶意伺机而动。我大喝一声，地面卷起狂风。不必歌颂，我本就骁勇，无法忍受苦酒震耳欲聋，那就别回头，我来终结战斗。当浪中的困兽，那不像我，是消极的等候，那不是我，深水中觉醒封藏的力量，一无生之需求，正义存亡。别太慌张，火力登场，自觉避让，且待我收拾这战况，年少要轻狂，龙潭也去闯，这一战不忘，我守护了光。随便租辆算了，反正能开到结界口就行呗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随便乱说，万一让里边的人给听见了，等会儿觉得我们不懂，存心坑咱们。那怎么办啊？你来。哼，我告诉你，只要是这带轮子的东西，我都懂。嗯，看我的。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，租车要去大公司，这种小门面怎么能够满足我呢？我不要面子的吗？这边400一天，外面300一天，不租算了。280一天，不行。他说不行。我来。你好，我看您那儿车呢都有点又老又旧的，还有这里都有点划坏了。最主要的是颜色，这些颜色都有点沉闷、老旧、压抑。我觉得坐进去以后心情都会变得不好的，是吧？小姐，这边请。小姐，你是真的懂车，说的句句在理，比刚刚那男的强太多。现在这男的是越来越不行了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多少钱啊？1天800。800啊！哎，租吧，800不是也不贵吗？你看看他的款式，你看看他的样子，就算北洛坐进去，都年轻10岁不止。哎呦，你说咱们赚钱干嘛的？不就是要花吗？租吧。租什么呀？北洛，你快管管他吧，他都已经疯了都。小姑娘，我看外面那辆越野车保险就要过期了。再说你们现在是淡季，生意不太好做。这样，一口价800一周，有问题吗？北洛，还是你靠谱，这辆才有性价比。要是我们两个，纯2个大冤种。你说你自己把我捎上干什么？咱们2个半斤对8两，你就承认吧。其实也没有什么，我年纪比你们大，知道的多一点很正常。哎，北洛，正好，你给我们讲讲临风街呗，那儿的人好相处吗？我正想跟你们说这些。这次去临风街，我们还有一个任务。任务？什么意思？咱们不是去找芦花鼓楼吗？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。要找到芦花鼓楼，
必须要在灵峰街的踏风族人手里找到一名领路人。领路人？这些都是什么呀？踏风族是生活在灵峰街的一个古老民族，他们全族都是祭神人，世代保护着芦花鼓楼。如果没有他们的领路人给我们指引，任凭我们谁都不可能找到芦花鼓楼的确切位置。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找一个向导？不过那不是也挺简单的吗？反正踏风族有那么多人，哎，咱们可得找个最靠谱的。这个领路人啊，不能只从字面上去理解。那要怎么理解？芦花鼓楼显形的位置是在灵峰街附近的一座森林里。为了保护鼓楼不被世人侵扰，所以踏风族的祖先在这座森林里施加了一种障眼法术，不让人看见鼓楼。而这个法术又和踏风族的人血脉结契，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通过咒语来解除这道法术。而这个被选中的人就叫做领路人。你不会想说这个领路人很难找吧？不是难找，是非常难找。每一代可能只有一个，最多不超过2个。而知道领路人真正身份的，整个踏风族除了领路人自己以外，只有他们的族长知道。而族长通常会是灵峰街的镇魂将。这距离芦花鼓楼出现只剩10多天了，够我们找到领路人吗？要我说，他们为了保护芦花鼓楼，是不会轻易将领路人叫出来的。我是觉得，凡事没有绝对嘛。我相信我们肯定能找到领路人的。你有计划？没有。没有？你说那么笃定？你想啊，当年你妈妈能够进入芦花鼓楼，就说明她当时是有领路人的。踏风族的人愿意给她领路，那现在没有道理不愿意给她儿子领路啊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们找到10年前那位领路人的话，我们就能进鼓楼。走，直奔灵峰街。你着什么急啊？怎么加速也不说一声？是啊，急也没有用。我们去灵峰街之前还要去另外一个地方。还有个地方？哪儿啊？来，前面左拐。得嘞。就是这里。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呀？灵峰街的结界在一座山顶上，所以要买些登山装备，爬上去。爬上去？你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欢迎光临，有什么可以帮你们的吗？啊，你好，我想买一些登山装备。啊，好，这边请。看什么呢？噔噔，这个是网红款，最近大家露营拍照都用它。我们也买吧，我也想发。发什么？小蓝书。小蓝书是什么？你连小蓝书都不知道，你真的太土了。夏夏子的职场穿搭。你一个失业人员哪儿来的什么职场啊？哎呀，我是前不久刚失业的好不好？只是暂时离开了职场，不妨碍我在网上维持人设啊。你这是在骗人！我怎么是在骗人了？我就是在分享我喜欢的穿搭啊，而且我 P 图找滤镜都花好几个小时呢。哦，是，你不修几个小时都修不出这种改头换面的效果。我让你看看什么叫改头换面。1、2、3，好看。你这什么玩意儿？你给我删了。想删掉呢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把灯买了。哦，夏玲，你现在还学会讲条件了是吧？没错。你不要逼我。阎王炮，我躲。鸡要安魂，啊，全躲不过，无相我黄。冥王破军印，躲。少侠好武功啊！绝招困龙活捉。别玩了，东西都买好了。夏玲，你要的灯。你把这个灯买给我了，
你果真比曹彦斌好多了。北若，我知道你有钱，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惯他吧？行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找个地方住店。走了。你是不是昨天晚上睡觉没关空调啊？你现在才开了半个小时，你就在这打瞌睡？喏，谢谢你送我的小灯。你们女孩到了这个年纪，应该都喜欢拍照。行，那我陪你说话，一直说。谢谢你啊，好心人。哎，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？喜欢实力强的，打起架来不拖后腿的。一窍不通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？我希望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并且要做什么，为此愿意对抗一切。你别说，我觉得你还挺合适的。哎，但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，你千万别多想。曹彦斌，怎么回事？还好系了安全带。你爸爸以前是镇魂将。我从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就会幻想他以前每一次匆匆离开，都是去寒仙街保护那些邻人。那，你怪他吗？我当然怪他，但只是他离开的那一瞬间而已。因为我知道，从下一刻，我就会开始想他，很想很想，直到再见面为止。过了好几日了，曹彦斌他们到哪儿了？正在前往临风街的路上。离鼓楼越来越近，很好。首领，我只担心一件事。何事？领路人。眼下距离鼓楼出现只有10几天，万一曹彦斌他们找不到领路人，您的计划恐怕……临风街的镇魂将叫颜灵玉是吗？是。此人虽然不好打交道，但只要是人，都有软肋。您的意思是？听说临风街向来不太平，踏风族人不时会遭到劫掠。这是一个名叫石火王的山匪所为。此人所属的石火族和踏风族有世仇，会时不时的找临风街的麻烦。石火王的守护元神是个叫沙罗曼达的魔武星。踏风族天生元神力微弱，这石火王势必是颜灵玉的一块心病。你设法让石火王去袭击临风街，曹彦斌几人定会出手相帮。若曹彦斌帮颜灵玉除掉这块心病，他肯定非常感激。到时候提什么要求就都好说了。明白。这颗棋，我一定用好的。
这趟出门所带的赤玉全被排出了高价，比去年翻了1倍还多。等回到灵峰街，将军一定会。石火王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我只不过是过来遛遛我的狗而已。沙罗曼达！行了，把你请到我这里来做客，不介意吧？你把其他人怎么样了？放心，就那些废物，我都懒得带回来，不像你，很是有用。听说你们灵峰街有一种神药赤玉，服下后能让人体内的元神力大增。有这回事吗？什么赤玉？我不知道。你最好想好了再回答我。众所周知，整个灵峰街严灵玉最信任的人就是你，你肯定知道赤玉的制造方法。告诉我！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说的。赤玉只能属于踏风族。哼！你想要做的事，何须这么费劲？谁在外面？不想活了！装神弄鬼，哼！原来是个美人啊！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这么快就把你杀了的。戴着面具干嘛呀？我来帮你摘下来。可惜了，魔五行沙罗曼达的主人是个废物。你是谁？你怎么会知道沙罗曼达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我为什么来找你才重要。你空有一个沙罗曼达，却没有元神力召唤它，每次召唤不过一刹那便烟消云散。你知道吗？比没有力量更可耻的是你配不上你的力量。你费尽心思想要赤玉，无非是想获得他的力量，而这一份力量我也可以给你，比赤玉带给你的更强大，更持久。这是玄黄丹，传说中能让祭神人释放体内守护元神的力量，掌控守护元神的玄黄丹。世上还有别的玄黄丹吗？
拿别人东西之前，总该先问问自己能为别人做点什么吧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说。领路人，你是要进芦花鼓楼？我要做的事情，你最好不要知道。玄黄丹，一枚管一时，2枚才永久。你可以先得1枚，事成之后再得另外1枚。成就。这次梅长老十有8九是出事儿了。按照约定，昨日应该回来，这到今日还没有消息。梅长老经常走这条路，熟悉得很啊。等将军回来，看将军如何定夺。哎，这件事儿只有将军拿主意了。是，真是不好办呢。2位长老，今日可有事要议？如果梅长老还不回来，肯定会对我们生意有所影响。诸位长老，今日可有事要议？我刚拿到消息，千真万确呀。是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将军到！将军。相信诸位已经知晓，梅长老出战越狱，本来最迟应该昨日归来，可是至今没有任何音讯。梅长老德高望重，是我的左膀右臂，此事不可小视。朗达，在。你亲自带人去寻，今日之内必须找到梅长老的下落。属下遵命。母亲，这里是议事堂，没有母亲。只有将军。将军，什么事？说吧。我也想去找梅长老。不准。为什么不准？如果你去的话，你希望朗达到底是保护你，还是保护梅长老呢？将军，请相信我，我一定找到梅长老，为您分忧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不准。我是临风街的少将军，我应当去，也一定要去。若我有什么闪失，与他人无关，恳请将军准许。那我来问你，如果你落在了敌人的手中，你会怎么办？我定当拼死相搏，以护踏风族尊严。你连自己的守护元神都召唤不出来，怎么去维护我们踏风族的尊严？要哭出去哭。脚长在我自己身上，不管将军允不允许，我都会去寻找梅长老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不好了，圣王打怪了，已经进入灵风街了。坏了！那失火王异常的凶悍勇猛啊！是啊，失火王向来都在周边抢夺，这怎么就打进来了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！快想行了，大家住嘴！外面的猎人怎么样？他们见到吓得不敢出门，可是不知道失火王到底会不会伤害他们。传我命令，立刻击鼓，准备出战。是。
颜灵月，好久不见。搞这么多人欢迎我，太客气了。祁隆，你我两族之间的恩怨，早在你们食火族灭族之时便已了结。我看在你是食火族最后一名幸存者的份上，平日里对你在灵峰街周边劫掠作乱的恶行极尽忍耐。今日你竟敢跑到我灵峰街来作乱，简直就是自寻死路！哼，我自寻死路？你放什么狗屁！该死的人是你，是你们踏风族，凭什么我的族人就死于恶灵之手，你们却活着？这不合理呀！镇魂街是属于强者的，而你们早就该死了。哼，就你的沙罗曼达，连片刻都撑不住，你还好意思在那儿跟我叫嚣？你当真以为我怕你不成？颜灵月，你能这么嚣张，不就是因为你手里的赤玉吗？好心提醒你，前几日我偶然得到了一枚玄黄丹，服下后早就今非昔比。我的沙罗曼达现在任由我驱使召唤，干掉你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。石虎王不许乱来！小子，回去告诉他，你们的梅长老在我的手上。明天天黑之前，要是不把领路人给我带过来，我就先杀了梅长老，再把他们一个一个全都杀死。听清楚了吗？哎呀，踏风族，严将军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母亲，传我命令，敲警钟。给我拿过来。将军，将军，母亲，你不会是又喝了赤玉吧？怎么那么长时间？陷阱和机关准备的怎么样了？你不要命了！梅长老同我讲过，这种颜色更深的赤玉功效强，但毒性也大。族人平时所服用的赤玉都经过稀释，只当它是灵药。但我知道，它在成为灵药之前，首先是毒药。你常年服用赤玉，体内早就已经积攒了不少毒素，怎么还能……行了，别再说了。大敌当前，
只要能够有助抵抗敌人，就算是毒药，该用也一定得用。我们踏风族生来元神力就很弱，也正是靠赤羽，才有了抵抗恶灵的力量。如今，也只能继续靠它才能渡过难关。谁说一定要靠赤羽？陷阱机关我都已经布置好了，等明天一抓到石火王，我就亲自打败他给你看。打？你靠什么打？你连自己的守护元神都召唤不出来，你拿什么去打？我每天都在刻苦练功，体术早已远胜族内大部分男子。自不量力！我们镇魂界靠的是元神力，石火王的守护元神沙罗曼达，那是世间少有的魔物型。你企图要用肉搏取胜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我打都还没打，你怎么知道我不行？万一我可以？荒唐！战场上怎能容你有侥幸心理？你立刻给我打消这种想法，想都别想！母亲，母亲。你们看，灵峰山的结界就在山顶上。一会儿这样，我打头阵，夏琳你在中间，曹彦明殿后。嗯。曹彦兵，曹彦兵啊！我说一会儿你殿后，有问题吗？啊，没问题。哎，但是就是那个。我看这附近的风景也挺好的，要不咱们先在这儿吃点东西再上楼，再上去。我看不必了吧，吃饱了和看风景应该都治不了恐高。恐高？嗯，你说我呀？嗯，哈，这高我是不可能恐的。你看哪次我出去不是找个最高的地方就站上去了？不是吗？嗯。其实这个山呢，看着高，爬起来没多高。一会儿啊，你就跟着我，调整好步伐，调整好呼吸，我们很快就到山顶了。走，拿装备，准备出发。快点！这叫没有多高吗，北洛？这明明就……曹彦兵，你还没爬完呢，赶快收拾东西吧。飞洛，你说的这个结界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没看到啊？就是这儿，穿过那块石头就是灵峰街了。哦，走吧。哎，别着急啊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这块石头每次只能过一个人，一次只能过一个人，这是什么奇怪的规定？这么奇怪的规定你都知道，看来北洛跟这林峰街关系不浅啊。还好吧，我只是在那儿认识个朋友。还好是有多好？什么关系？男的女的？不回答还逃跑，他肯定有问题啊！行了，别八卦了，走吧。从山出来还是山，跟我们以前去过的镇魂街不一样。这座山叫灵峰山，我们现在已经地处灵峰街的地界了。
你们看，卧闻烈水长鱼出，岂看凌风剑胡飞。凌风街，没错，这就是凌风街。听欲望的心中在蚕食着一念，看具象的世界颤动着慢慢倾斜。我们穿过浓烟，无畏风浪过界，便赤足上前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多少的热烈，让梦魇，让爱也都湮灭。I will never surrender， 解开的诺言，为新鲜，为耀眼的明天。I'll never fail， I'll never be alone。那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，我蒙蔽的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，在命运的刀尖，面向至暗深渊，感动成一跃。